九霄奇境蓝星河落九天，一剑破尘烟，独行天地间。旋风绕指间，宿命可眉间。踏碎万重险，孤影负流年。仙路多风雪摇，雾漫荒原。咒影所牵，远处心不曾变。林脉东山川绕，不离云巅。纵万劫加身，欲干逆苍天。翻身诛仙贼，星火未曾亮，这一路一血一孤一狂。穿金虚妄，撕裂天网，以命而上，何惧天道无常？玄气浩荡，战意飞扬，横扫八荒，写我一世疏狂。仙道世界，强者为尊。叶星辰修行千年，终执掌天命，独断万古，号吞天帝尊。古圣族族长清源仙帝，给我上！因天命之位被夺，心有不甘，趁吞天帝尊入神劫时，联合100天魔一同突袭。吞天帝尊以一己之力，重伤清源仙帝于100天魔，但神魂受损，吞天圣地崩坏，无奈转世重修。陆景恒，我是瑶池圣地的人，来此地是奉圣女之命寻姑爷。你敢动我，我家圣女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林清主，这种荒郊野岭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你家圣女亲至，本圣子照样也敢将她拿下，炼成炉鼎。无耻淫贼，我就算是自爆元神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想死？没那么容易，把她的灵力给我封了。等本少主享用完了，再赏给你们。圣女是青竹无能，没有找到姑爷。哈哈，小美人儿，我会让你欲仙欲死的。怎么回事？这破庙里还有机关？少主，看这金光，这石像里不会藏着什么异宝吧？哈哈哈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啊！不仅收了美人做炉鼎，还能捡到异宝。去，过去看看是什么。终于回来了，没想到这次转世重修，足足用了5万年。姑爷，是您，青竹终于找到您了。姑爷，这枚纳戒是我家圣女的贴身信物，持此戒者便是她钦定的道侣，是她吩咐我来找您的。是她，那个中了烈情焦毒的女人。帮我！要是不解毒，半天之内身体就会融化。我好热。当时我虽未觉醒记忆，却仍有一丝自保之力，只不过察觉到他并没有恶意，便未唤醒护体神念。而等他焦毒尽散后，便留下了这枚戒指。没想到当年那个求着我解毒的女人，竟然是瑶池圣女，如今还要招我做赘婿，有趣。圣女可是中州第一美女，追求者能从中州排到东荒。姑爷怎么一副嫌弃的表情？原来你就是林青竹要找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留你不得了。给我上，把他给我剁成肉泥！姑爷小心！什么？吞天圣体熄灭了，看来我的情况比预想中还要糟。好歹也是筑基7层的弟子，此人身上没有灵力波动，怎么会如此轻易的就击败了他们？原来是个有几分蛮力的体修，怪不得能杀我门人。不过，到此为止了。元婴期，姑爷快走，他是元婴修士，你没有灵力，挡不住他的。想走？
今天这破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，合欢魔掌。来得好，正好吞了你这元婴灵气，融入吞天圣体。来而不往非礼，你也吃我一掌试试。啊，你，这怎么可能？圣女不是说姑爷是个凡人吗？可他一招就废了元婴期的陆景恒，姑爷到底是什么实力？一个元婴修士的全部灵力，竟然连一丝炉火都未引燃。吞天圣体乃10大圣体之一，可吞天地，可掌日月，这便是圣体道理，吞天了。不过如今炉火尽熄，圣体已无法激活，发挥出的实力不足1/1000，唯有寻到足够神宝灵药，放入炉火之中，才能使道果重燃。这么说来，当下要紧之事是要寻各种天材地宝了。姑爷，您能跟我回瑶池圣地吗？合欢宗势大，陆景恒在这里出事，他们说不定很快就会追查过来。瑶池圣地嘛，那块能沟通天地、掌控大道本源的补天石，可还在？补天石，那是圣地镇宗之宝，当然还在了。您问这个做什么？随便问一问。我体内的天命之力，历经5万年轮回，早已消磨殆尽。而补天石可沟通天地，掌控一丝天命之力。我若想重掌天命，向古圣族和域外天魔复仇，此物必不可缺。既然如此，瑶池圣地需走一走。也罢，我便随你回瑶池圣地一趟。太好了，圣女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去圣地并非为了见他，而是为了取一样东西。可是，姑爷，圣女她……行了，以后在外称呼我为公子。这是4大凶兽之一的笑月白虎，他怎么在这里？公子，那是白虎的绝仙阵，能封锁整座城池，我们好像出不去了。应当是万象宗山门所在。万象宗山门，既如此，那作乱的白虎必在其中。也罢，我如今正缺神丹灵药，正好顺道取一下九圣真人圣洞中的遗宝。走，去一趟万象宗，去会会这只小猫。啊，小猫？公子，您没开玩笑吧？那可是白虎凶兽啊！就连合体期大修士也要避其锋芒，您真的要去吗？此地危险，速速离去。前方已经被封锁，不是你们能去的地方，速速离开。这位仙子，你应该是万象宗弟子吧？我们正是为化解白虎而来。你不过是结丹境小修士，如何化解？不是我，是我家公子瑶池圣女仙侣叶星辰。瑶池圣地是无人了吗？名震中州的圣女竟然找了个凡人做道侣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不许侮辱我家圣女！我没工夫与你们胡闹。最后警告一次，立刻离开此地，否则别怪我长剑无眼。大师姐，不好了！我们在城西庙中发现了合欢宗圣子陆景恒的尸体。陆景恒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陆景恒是元婴后期，身上又有几样法宝，怎会死在破庙里？难道是化神老怪出手？是我家公子干的。景恒想对我图谋不轨，被我家公子一掌就拍死了。一个凡人就凭他？小丫头，我看你是在撒谎吧？我没撒谎，公子真的很厉害，他不仅能杀掉陆景恒，还能帮你们化解白虎之灾。这小姑娘难道所言非虚？可此人身上并无灵气，究竟是怎么杀掉陆景恒的？白虎乃4大凶兽之一，连我师父地勇夫人都头疼不已，他一个凡人拿什么解决？你们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不代表我家公子解决不了。若是不信，可以让我家公子试试。试试？好，那便试试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剑气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别白费力气了，尽快带我去见白虎。他身上没有法宝波动，也没有灵力痕迹，剑气怎会凭空消失？难道是瑶池圣地的秘宝？对，一定是这样，怪不得他有恃无恐。
不过是仰仗法宝之力罢了。最后警告你一次，速速离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万象剑阵，起！哪怕是宗主全力施为，也不过才能幻化出15剑，大师姐竟然能随手画出8道，这剑道天赋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去！这阵法不过是徒具其形，未得其神罢了。区区残缺之阵，也好意思卖弄？呸！大言不惭！你一个凡人竟然说这是残阵，你根本不懂。看来你这剑阵也不怎么样啊！你怎么可能破了我的万象剑阵？这怎么可能？万象剑阵一旦成型，剑心虚实难辨，就算是合体期的大修士，也只能强行破开。他一个凡人，怎么能一眼就分辨出来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剑阵不错，就是用的人差了点火候。你把剑心还给我！万象万象，你连门都没摸到，这剑阵不是你这么用的。大言不惭，有本事你！开什么玩笑！创建此功法，老祖也只能幻化出24道灵剑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是先天剑体，剑心通明，苦修20年，也才勉强凝聚出8道剑影。他随手就是64道，这怎么可能？万象剑阵，重在万象二字。你只知其形，未得其神，如此也算得上有剑道天赋。演化万象，原来是这样。弟子洛晴川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前辈，还请前辈赎罪。前辈，求您教我剑法。些许小道而已，先解决白虎之事，再谈不迟。是，前辈，师尊正在后山镇压白虎，我这就带您过去。你修为太低，在这里等我。不是吧？这还是我们那个冰山一样的大师姐吗？宗主，这凶兽吸收了地脉煞气，实力暴涨，4象锁天阵快撑不住了。一旦他脱困，圣城必定首当其冲，请您尽快决断。玉臣子少主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，眼下只能仰仗您了。好说，一头畜生而已，本少主还没放在眼里。不过咱们说好的报酬可不能少。少主放心，只要能化解此劫，我自然会开放宗门圣灵洞，您可任选一样至宝。好，让开点，本少主先加固阵法，压一压这畜生的凶性。宗主，二长老，晴川，不是让你去镇眼驻守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师父，我给您找来了一位真正的高人。这位叶前辈说，他有办法化解此劫。晴川，你说的高人就是他？是啊，师父，前辈是我在路上遇到的，他说能帮我们解决白虎。晴川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这小子身上1没灵力，2没血气，明明就是个凡人，怎么可能是个高人？二长老，我没有被骗，叶前辈的本事是我亲眼所见。他够了，为师已经请来了玉兽宗的少主玉臣子。玉少主年纪轻轻便驯服了合体期撼天魔猿，有他在，白虎自会化解。至于这位公子，此地凶险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，还是从哪来回哪去吧。好一头狡猾的畜生，竟然是假意被困，实则是在借助地脉煞气淬炼肉身，觉醒天灵护体。若能将其收服，我在这凡界倒也有了一脉护法。不错。你是何人？谁让你到这里来的？玉少主息怒，是我弟子不懂事，随便带了人进来，我这就让他把人带走，绝不打扰少主。晴川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让这人离开！若是惊扰了少主，休怪我罚你到思过崖面壁10年。就是，哪里来的阿猫阿狗也敢来此地凑热闹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？这眼神儿好可怕，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？如果我没看错，那小子手上的戒指是瑶池圣女林清淼的信物。哼，老天待我不薄啊！来到下界，竟然还有这种好宝贝。道友也懂阵法？略懂。
那你看我加固的这阵法如何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狗屁不通！放肆！你一个凡人也敢对我家少主大放厥词？再敢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好你个井底之蛙！本少主这手阵法乃玉兽宗不传之秘，你只怕是连看都看不到。居然真被这小子说中了，他到底是瞎蒙的，还是真的看穿了阵法？玉少主，这阵法似乎不稳了，您真的有把握吗？不过是出了点小岔子，不用慌张。就算没有这阵法，本少主亲自出手降服这头畜生，也是手到擒来。玉少主出身玉兽名门，底蕴深厚，自是非同凡响，是我等着急了。凭他还降不住这头白虎。混账东西，你算哪根葱？也配质疑我家少主？小子，你口气倒是不小。既然你这么瞧不上本少主，敢不敢跟本少主打个赌？哦，赌什么？就赌你手上那枚戒指。若本少主降服了白虎，这戒指就归我。好啊，如果你输了呢？若本少主输了，这枚能助人突破元婴的子府元婴丹，任你拿去。有点意思。既然如此，赌了便是。哈哈哈，这蠢货果然上钩了。只要拿到戒指，就能接近林圣女。哈哈哈哈！圣女，我来了。小子，瞪大眼睛看好了，今天本少主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御兽之术。撼天魔元。是少主的撼天魔元，这可是拥有上古凶兽血脉的异种，力大无穷，曾手撕过化神后期的妖王。玉少主竟然能驱使如此强大的上古异种，老夫今日真是开眼了。玉兽宗果然名不虚传，有此神元相助，白虎之祸今日定可化解。妾身在此谢过玉少主了。哈哈哈，好说好说，进去陪那头小猫玩一玩，记住，别弄死了，本少主要活的。最多半个时辰，本少主就能让这头畜生乖乖趴下。小子，现在胜负已分，乖乖把戒指交出来。是吗？你现在再看看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的魔元已经……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的魔元，少主。你这头魔元血脉卑劣，不过堪堪一头妖兽罢了，也敢妄称神兽。庶子，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完了，这畜生要出来了！宗主，我们快撤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连合体期魔元都无法胜过白虎，难道是天要亡我万象宗吗？地勇宗主，你们请玉臣子的报酬是什么？混账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报酬？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开放宗门宝库圣灵洞，任选一样至宝。这位公子，难道你是想……没错，若我能解决白虎，还望宗主不要食言。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还想降服连御兽宗少主都搞不定的凶兽？叶前辈，现在情况危急，您可不能逞一时之勇啊！小子，你是看不起我御兽宗万年传承，还是看不起这头已经要进化为天魔圣虎的虎兽？本少主驱使魔元尚且失败，你一个凡人凭什么？我说了，你的魔元品阶太低，降服不了他，很正常。我堂堂御兽宗少宗主，今日竟被你一个凡人接连羞辱。好，本少主看你怎么死。死也罢，今天就让你这浅薄之辈见识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御兽之术。吞天圣体，九天神龙，敕令出！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这算什么御兽之术？宗门之中根本没有这种记载。
闭嘴！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他正在干什么？真的是传说中的上古神龙。这小辈竟然能召唤出龙神，他到底是谁？龙神一出，便是白虎也极难抗衡，此危可解。晴川从哪请来这么一位前辈？我身为玉兽宗少主，100年修行，才勉强驱使合体期的魔猿，可他竟然随手便召唤出上古龙神，太可怕了！此人太可怕了。不过今天能得见传说中的上古龙神，不虚此行，不虚此行啊！哇哈哈哈！你可愿臣服于我？本王不，小虎愿意臣服上仙，求上仙饶命，求神龙前辈饶命。竟然是已经化形的白虎，倒是意外之喜。好，多谢公子出手，化解我万象宗灭门之危。宗主客气了，这头小猫我收下了。至于报酬，妾身记得圣灵洞随时为公子敞开，其中至宝任由公子挑选。前辈，这是晚辈输给您的丹药。是在下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前辈，求前辈收我为徒，我愿终身侍奉前辈左右，学习御兽大道。不是什么人都收。不要，前辈不收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那你跪着吧。前辈，我玉臣子对天起誓，从今日起，我将苦修御兽之术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前辈亲口承认，我有这个资格成为您的仆人。哼，臭家伙，不过仗着龙神撑腰罢了，神气什么？等本王。你还没有名字吧？以后你就叫小白了。小白？本王堂堂笑月白虎，还是觉醒了天魔圣虎血脉的白虎。哼，你竟然给我取这种名字，混蛋！我要杀了你！知道了，臭家伙，你给本王等着，待我处理完体内的煞气，一定要你好看。叶前辈，这白虎野性未驯，并不是真心臣服，恐怕无妨，一只调皮小猫罢了。你才是小猫，你全家都是小猫。宗主，真的要让他进圣灵洞吗？洞内可都是我万象宗传承1000年的底蕴，随便一件都价值连城。二长老，如果不是叶公子出手，此刻我万象宗山门已破，你我恐怕都已成了白虎的腹中餐，哪里还有底蕴？话虽如此，可白虎已降，他终究只是一个外人。够了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我万象宗若连这点信誉都没有，日后还如何立足？此事不必再说，我意已决。哼，黄口小儿，夫人被你蒙骗，夫可不傻。圣洞乃宗门重地，你想取宝可没那么简单。此处便是我宗圣灵洞，叶公子还请随我取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锁灵阵会排斥我？是你做的手脚？不错，正是老夫所为。宗主，圣灵洞乃我万象宗之根基，里面存放着历代祖师留下的至宝，任何一件都关系宗门千年气运。此人来历不明，若真取走宝物，我万象宗何以在东荒立足？胡说八道！你是不是忘了半个时辰前是谁降服了白虎？是谁救了我万象宗？一码归一码，白虎之位是他化解不假，灵石法宝丹药只要拿得出，我绝不会吝啬。但圣灵洞不行，万一他取走祖师留下的镇宗之宝，动摇根基事小，在外为祸，那才是给宗门抹羞。老夫这是防患于未然。人类就是虚伪，不过这家伙进不去也好。我以宗主之名命令你立刻解开阵法，否则别怪我以门规处置。门规，根据祖训，在这圣灵洞前，你的宗主之令恐怕不如老夫的长老之令。祖师在上，弟子为保宗门传承，行封禁之法，100年之内圣灵洞封。小子，此禁制乃我宗开山祖师九圣真君所留，
如今已经被老夫激活，100年之内神鬼难入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好，你这是想赖账？此话差矣。叶公子，你对我宗有恩，老夫铭记于心。若你100年之后阳寿未尽，大可再来一趟，老夫必定亲自迎你入洞取宝，如何？哈哈哈！叶公子，是妾身无能，让你见笑了。此事我万象宗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只是恐怕真的要等上100年了。不必等那么久，区区圣品禁制而已，我解得开。什么？叶公子，您是在说笑吗？我没工夫说笑，正好我今天心情不错，不如我替你杀了他，再抵洞内一件宝贝，这笔交易你意下如何？杀我？老夫乃万象宗2长老，合体修士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别敢口出狂言！叶公子还请息怒，此事是我管教无方，妾身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交代。2长老，你真当我是泥捏的不成？公子，您方才说能解开这锁灵禁制，可是当真？区区圣品禁制，弹指可破。若真是如此，妾身先行谢过公子。地勇，你还真信他的鬼话不成？这可是九圣祖师亲手布下的圣品禁制，别说是他，哪怕是东荒阵法宗师，100年之内也休想撼动。怎么，你一个毛头小子，难道见识还高过我宗飞升境祖师不成？九圣真君可是飞升境的猛人，他留下的禁制，连本王都要惧怕3分。这家伙可真会吹牛。两件。好，请公子放手施为。小子，你别再装神弄鬼了，老夫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。你如果真能破开这禁制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；要是破不开，就乖乖给我滚出万象宗。洗干净脖子，等宰吧。你去，把阵法破了。前辈，我对禁制一窍不通啊。哈哈哈，让一个剑修去破圣品禁制，小子，你是不是昏头了？我说你能破，你便能破。那好吧，我试试。前辈，现在该怎么做？叶前辈，现在应该怎么做？凝神静气，举剑刺魁星位。退步走9玄关，步踏天书，再退8轮月，剑舞苗光。此禁制源于屠仙阵残篇，以苍龙为核，万象森罗为困，6兽4仙为首，环环相扣，看似无解，实则缺少最关键一环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怎么对禁制了解的这么清楚？就是现在，气贯天河，剑破艮道。然，破了，竟然真的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九圣老祖布下的禁制，就算是大成老怪没达到他的境界，穷极一生也难以破开。可他竟然只凭几句话和一个化神弟子就破掉了。难道这小子对禁制的理解已经超过了祖师？不可能。前辈，我们成功了。孙长老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哼，就算侥幸破了外层的禁制又如何？洞外可是还有7彩霞光阵，此阵乃祖师以大法力凝聚，非飞升境不可撼动。若是指你不过是区化神，就算再修炼100年，也休想破掉此阵。闭目凝神，引导剑气。以为2个人的力量就能破掉此阵，小子，别白日做梦了。什么？没了，祖师的禁制和阵法全没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怎么会有这等见识与手段？难道我踢到了一块铁板？连真君的禁制都拦不住他，这臭家伙还真是有点本事。叶公子神通广大，实在是让妾身叹为观止。2件法宝，夫人可别忘了，
阵法已破。你先前曾说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想干什么？老夫乃是万象宗二长老，你敢？小白，我的手，畜生，给老夫死来！孙耀，当着本宗主的面，你还敢行凶？老虎不发威，你真当老娘是病猫？滚！好恐怖的女人！叶公子，妾身这般处理，您可还满意？这女人看似重罚，实则保下了那老东西一命。罢了，看在2件宝贝的份上，懒得与他计较。叶公子，这些光团皆是我宗历代祖师留下的仙气神丹，按约定，您可任选2件。果然在这，就要它了。叶公子，此物乃是祖师偶然所得，材质不清，用途不明，您要不再考虑其他？不必，就它了。这好吧？这呆子选宝贝也不挑个好看的，选个黑不溜秋的玩意儿，嘿嘿，笨死了。有了此物，吞天道果，哼，终于可以显化了。叶公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吞天圣体终于显化而出，接下来便是继续寻找天地至宝，助吞天焰茁壮不息。待火炉中出现千缕惊焰，便是我圣体大成时。清元先帝，域外天魔，希望你们死得慢一点。奇怪，叶公子的气息怎么会变得这么奇怪？一会强一会弱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恭喜叶公子，看来此番收获不小，洞中宝物尚多。您看这第2件，这东西怎么会流落在了这里？这东西怎么会流落在了这里？第2件，就它了。第1次是那神秘火炉，第2次是这破旧木盒，难道这2样才是圣洞中最珍贵的至宝？那妾身便恭贺公子喜获重宝了。没想到这件东西竟然流落到了下界，难道他已经遭遇不测了吗？叶前辈，不好了！方才宗门外传来急报，与您同行的那位林青竹姑娘被合欢宗的人掳走了。合欢宗？小丫头，最后问你一次，杀害恒儿的凶手到底是谁？说出来，老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，甚至收你为炉鼎，让你享受无上极乐。老淫贼，我是不会出卖公子的，要杀就杀。姑奶奶皱一下眉头，就不姓林。冥顽不灵，老夫成全你。何方鼠辈？你再敢动他一根头发试试？公子，公子，这老魔是合体期，您快走啊！原来你就是这小丫头口中的公子。这么说来，我屠陆景恒就是你杀的。大胆狂徒，老祖问你话呢，你聋了吗？你该死！哈哈，好一个狂妄的小子！杀我圣子，闯我山门，还敢在此大放厥词！老夫今日必将你抽魂炼魄！放肆！帝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叶公子是我万香宗的恩人，合欢老魔，你对他出手，便是与我万香宗为敌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难道你想为了这个小子与我合欢宗开战吗？你若战，那便战。叶公子今天我保定了。你这老钱婆疯了不成？该死的，这老钱婆平日里最是圆滑，今日居然为了个毛头小子要跟我撕破脸，
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个老钱婆平日里最是圆滑，今日怎么为了个毛头小子要跟我撕破脸？难道这其中有诈？夫人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区一个合欢宗，还不用你出手。叶公子，这老魔可是实打实的合体期修士，您虽然有手段，可修为终究正面抗衡，太过危险啊！无妨，劳烦夫人护一下我的侍女，合欢老魔，我来对付即可。哈哈，老夫最欣赏的就是有种的年轻人，可惜呀，他们通常都活不长。合欢老魔，你敢？夫人急什么？小子，本宗主看在夫人的面子上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我双方立下天道誓言。你若赢了，这丫头你带走，陆景恒之死，我合欢宗既往不咎。若你输了，就将你在万象宗得到的所有宝物乖乖交出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赌，那本宗主现在就捏死他，大家一起鱼死网破。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，不过看在你将死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们多活片刻。说吧，想赌什么？好，有胆，就赌我合欢宗的平天阶，此阶共1000层，谁登得高，谁便胜。你可敢？叶公子，不可！这天阶凶险异常，其上有无数心魔，每上一层，心魔便会加深一层。道心不坚者，轻则掉下阶梯，沦为废人；重则神魂崩溃。这老魔分明是不安好心，你千万别冲动。道心，跟我比道心，可真是不知者无畏啊！怎么，怕了？不够，赌注不够。若你们输了，东荒之地再无合欢宗。若你们输了，东荒之地再无合欢宗。哈哈，好大的口气！小子，等你真有命从天阶上走下来，再说这话也不迟。传本宗主法令，开平天阶。蝼蚁现在跪下求饶，自废修为。本首席或可赏你一个全尸，不然。合欢老魔派你出来送死？大胆！此乃我宗首席陆峰师兄，不得无礼。小子，以你的实力，连第1层的心魔都抵不住。现在滚过来磕10个响头，再自断心脉，还能少受点魂飞魄散之苦。瓜子，你的遗言说完了吗？好，好得很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会儿你魂飞魄散之时，嘴还能不能这么硬？师傅，这平天阶心魔这么厉害，叶公子他真的能行吗？叶公子非常人，或许应该有应对之法吧。这叶公子为何不听劝呢？这小子断我2弟一臂，本想日后再整治他，没想到他竟然自寻死路，来闯这绝命天阶，当真是不知死活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也省得老夫亲自出手。快看，陆峰师兄已经登上30阶了，好快的速度！无知小儿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本座看你怎么死！蝼蚁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什么是你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？100层，陆峰师兄竟然如此轻松就登上了100层，大师兄威武！哈哈哈，那个姓叶的死定了，他现在不会被吓傻了吧？风儿道心坚定，远超同辈。有此心性，即便与那些大圣地的天骄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小子，怕了吧？现在就算你求饶也没用了，本座定将你魂魄抽出来，一把炼化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该怕的是你们。他能登上100层，并非是道心，而是因为身上有屏蔽心魔的法宝，再加上合欢宗秘法加持。可惜外力终究是外力，
最多150阶，他必停下，且此生止步于此。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你一个连天阶都不敢上的废物，哪来的脸点评我宗首席？就是，还150层，我大师兄天纵奇才，必定能……快看，大师兄他啊！150层已经突破了上次极限，想来那些大圣地的圣子也不过如此吧。老祖，弟子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在看什么？他早就看出来我只能登上150层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连筑基都没有的废物，怎么会有这种眼力？你们不要被这个废物给骗了，他一定是蒙的。你们不要相信他的鬼话。大师兄说的对，这小子一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随口蒙的。没错，连第1层都不敢踏的废物，还敢妄议陆师兄！有本事你自己上去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废物能闯过几层。几层？区区1000层，登顶不是轻而易举。这叶公子还真是自信。我看他就是想在临死前说几句疯话，哗众取宠罢了。他以为他是谁？先帝转世吗？大言不惭。嘿嘿，没想到这家伙真嚣张啊！不过本王喜欢。小子，这平天阶乃上古遗留，每100层一重天。别说你这只蝼蚁，便是飞升境大能，终其一生也不过踏足900层、1000层，哪怕是仙域真仙都不可能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此大放厥词？一炷香后，合欢宗准备好面盟。好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还敢狂言一炷香登顶！本座看你怎么死在这天阶之上！咦，有点意思，竟然能凭借肉身登上10层，看来是有些不为人知的手段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在短短20息内就登上了100层，耗时竟然比我还短。怪不得敢口出狂言，原来这小子的确有几分实力。不过也到此为止了，100层之上便是第2重天，心魔压力倍增，能冲上100层已是侥幸。老夫倒要看看你还能装到几时。哈哈，小子，原形毕露了吧？第2重天的威压，岂是你这只蝼蚁能够承受的？真以为依靠手段就想超越我？废物就是废物。叶星辰，我劝你乖乖认输吧。区区平天阶，也敢违背本帝之天命？滚！500，不可能！老祖当年也不过登上470层，他一个连筑基都没有的废物，凭什么能登上500层？幻觉，这一定是幻觉。他没动用灵力，靠的全是道心，这怎么可能？道心需岁月磨砺，他一个小崽子，就算打娘胎里开始磨练道心，也不可能磨练到这种境界呀！妖孽，世间怎会有这等妖孽？哼，只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。一定是前500层的心魔威力太弱，再往上可就没这么轻易了。大长老，叶前辈现在已经赢了，就算他登不上去又如何？老祖，他真的能登顶吗？绝不可能！500层后有天道威压，飞升境也如蝼蚁。一炷香还剩多久？回宗主，只剩不到半盏茶了。
哈哈，他绝不可能一炷香登顶，他输定了。可是老祖，他明明已经胜了，天道之事赌的不是一炷香登顶，难道老祖也慌了？数万年的轮回，曾经完美无缺的道心，如今倒是出现一丝瑕疵。既如此，不如借此机会直面天道，磨练道心。不是说500层后都是天道法则吗？不是说500层后都是天道法则吗？为什么他还能提速？凡人止步！是天道规则显化了，哈哈！天道不允许凡人登顶，任你手段通天，终究逆不了天。小子，你完了！区区下界天道，也配阻我？滚！等一下！上仙息怒，上仙饶命！这小子有眼无珠，我这就送您上去。还能这样？半年才挣100块极品灵石，这点薪水我玩什么命啊？怎么回事？天道化身怎么消失了？这怎么跟典籍中记载的不一样？天地异象，仙鹤贤知，这是天道赐福。叶公子他真的登顶了。这臭家伙原来真这么有本事！哎呀，本王之前是不是太放肆了点？天道赐福，万古唯一。这小子道心竟然如此坚韧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下界修士叶星辰，临平天阶顶，破万古极限，特赐涅槃真火莲。涅槃真火莲，宗主，这是何物？据说此莲乃天地奇珍，莲瓣中蕴含无上道运。若是化神境修士得此炼化，可无碍突破至合体期，且无伤根基。无碍突破合体期，这效果未免太逆天了。叶前辈的运气可真好。没想到会在此界遇到此物。世人只知涅槃真火莲乃破境圣物，却不知此物真正用途，乃是凝练10大天命秘术一念花开至莲花道果根本。此事除我之外，便只有他知道。叶公子不可，此莲需以秘法缓缓炼化，你这么蛮横，会损毁圣莲药效的。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连圣物的真正用途都不懂，见识短浅。融化速度太慢，还是圣体太弱？看来需另寻他法，才能加速炼化，凝练道果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此事去了瑶池圣地，再来也不迟。现在先办正事。一炷香已过，现在该你们了。现在该你们了。合欢老魔，叶公子已登顶平天阶，是你合欢宗输了，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好，老夫认栽，把那个丫头带出来。公子，人我收到了，但事情还没完。小子，人已经还你了，陆景恒之事也一笔勾销，你还想怎样？我说过，今日过后，东荒再无合欢宗。欺人太甚！你不过是道心强些，区区筑基修为，真当我合欢宗是你捏的不成？哼，是又如何？叶星辰，论道心，我是不如你，但论修为，论背景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此大放厥词？地勇夫人，万象宗真要陪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胡闹到底吗？一旦开战，血流成河，你万象宗千年基业只会不保。合欢老魔，你不必多言。今日万象宗上下唯叶公子马首是瞻，
要不死不休，我奉陪到底。宗主，你疯了吗？合欢宗是东荒大派，底蕴深厚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就要赌上全宗底蕴？大长老若是怕了，现在便自己回去，我绝不阻拦。你个地勇！既然你一意孤行，休怪老夫不讲情面。老夫回去就将你的宗主之位罢黜。真以为我合欢宗怕了你们不成？既然你们冥顽不灵，也罢，今日便让你们见识见识合欢宗真正的底蕴。恭请蛇尊。九幽玄蛇，传说中曾吞噬过合体期的上古凶物。完了，全完了，都是你，你把我们全害惨了。蛇尊，他们就是我献给您的祭品。结阵，保护叶公子。没用的，完了，我们都得死在这里，都是他害的。还有什么底牌，一并使出来吧，不然就没机会了。死到临头还敢装神弄鬼，小子，乖乖交出涅槃真火莲，本座可以考虑给你留一个全尸。小白，你去。哼，凭什么让本王替你打架？想得美！什么？那你体内的天魔煞气，这辈子也别想化解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不但知道，还知道你是故意被困在万象宗后山，就是想进化成真正的天魔圣虎。你全都知道啦？完整的天魔圣虎进化之路，这世上除了我，没有第二个人得知。敢骗本王，我第一个咬死你！哼！这是笑月白虎啊！白虎尊上，饶命！饶命！臭家伙，答应本王的事可不许赖账，要不然，哼哼！公子竟然真的把白虎给收服了！天哪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喂，你答应我的事可别忘了。说到做到，这是天魔圣虎秘录上部，足以化解你体内煞气。这还差不多。地勇宗主，这里就交给你收拾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叶公子大恩，万香宗没齿难忘。只是公子这就要离开吗？妾身还想多多招待。不必，我有些急事。吞天圣体道果已开，急需灵丹宝药，莲花道果也等着炼化，凡遇资源匮乏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既然如此，那妾身便不多留了。答应指点你剑阵，就现在吧。随手一点，便让秦川入剑心通明之境。叶公子修为明明不强，怎会对功法有如此之深的理解？真令人难以想象。多谢前辈指点。走了。乾隆出渊，恐怕要不了多久。叶公子之名，怕是会响彻整个中州吧。公子，我们到了，这就是瑶池圣地了。要见到他了吗？启禀圣主，叶星辰叶公子已到。叶小友远道而来，辛苦。圣主客气。师尊，看来传言不假，青苗此番还真是寻了位特别的道侣。筑基期，我圣地守山门的弟子，怕都要比他强吧？叶小友，言儿年轻，口无遮拦，还望莫怪。不过话虽直了些，却也不无道理。想做我瑶池圣女的仙侣，小友这修为着实是差了点火候。喂，我师尊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到吗？你是何人？吾乃瑶池圣地圣子姜岩，合体后期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圣女身份尊贵，岂是你这来历不明、修为低弱之人可高攀的？识相就自己走，还能留几分颜面？你们可能误会了，我来瑶池
并非是为了做什么仙侣。那小友是想……看在瑶池圣地与我还算有些渊源的份上，她日后便留在我身边，做个侍女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缺一个侍女，就她吧。他怎么敢当着师尊和这么多人的面，让我当侍女？你疯了！青淼她身份尊贵，天赋更是惊人，年纪轻轻就已是大成妻，更是我瑶池圣地下一任圣主。你竟然让她做侍女？小友，丹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让我瑶池圣女为婢，千载以来，你是头一个敢这么放肆的。叶小友，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我没开玩笑，我是真觉得她合适。够了，此事休要再提，绝无可能。那就算了，反正错过这个机会，损失的又不是我。损失？你一个筑基期的凡修，哪来的脸说这种话？你知不知道羞耻2个字怎么写？公子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完了，圣女肯定会怪罪我的。既然如此，圣主，那便说第2件事吧。不知补天石可否借我一用？补天石？你怎么会知道此物？此事与你无关，我不白拿。若肯将补天石交给我，我愿用瑶池失传已久的仙蜜交换。仙蜜？就凭你一个筑基期的废物，也配谈仙蜜？圣主，此人满口胡言，分明就是个哗众取宠之辈，请准许弟子立刻将他轰出圣地。叶小友，我不管你从哪里打探到这些消息，看在青淼的份上，我敬你3分。但若你再这般不知进退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圣地威严，就休怪本座不讲情面了。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你们捂着补天石不放手，无非是待价而沽，或者根本拿不出来。巧了，我付得起价钱，也拿得到东西。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补天石乃仙宝，连瀚海圣地上门都求而不得。你一个凡修，凭什么觉得你出得起价？凭你这张嘴吗？补天石此刻应当就在碧落秘境中，并非你们不想换，而是你们根本取不出来。因为碧落秘境早就脱离瑶池的掌控。我说的放你娘的屁！少在这满口胡言！我碧落秘境乃宗门禁地，早就……住口！难道秘境真的出事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身为圣子都毫不知情，他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知道？齐圣主，现在这笔交易能谈了吗？秘境失控乃绝密，除了我与大长老，没有第3人知晓。他一个凡人，无门无派，修为低微，究竟是怎么知道的？师尊，他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既然秘境失控，他又要执意要补天石，不如便让他进入秘境，如何？不可，青淼，秘境事关重大，岂能让一个外人？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仙侣。青淼，你不。青淼，你言儿，不必多说。青淼，你言儿，不必多说。既然叶小友眼光独到，执意要取宝，而圣女又愿意做保，我等再行阻拦，倒显得瑶池小气了。圣主便依圣女所言吧。师尊，你怎么也……是，弟子遵命。小子，碧落秘境危机四伏，连合体期进去都凶多吉少。你一个筑基期的废物进去，跟主动跳进鬼门关有什么区别？也省了本圣子动手。叶小友既然对补天石势在必得，本座便给你这个机会。7日后秘境开启，你与青淼、江岩3人一同进入。能否取得补天石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补天石是圣地至宝，你执意要它，究竟所为何用？用途不方便细说，不过我不白拿你的东西，作为交换，我可助你修炼10大圣体之一无垢圣体。无垢圣体？那可是只存在于上古传说中的体质，修仙界数万年来都没有人修成过。你竟然说这种大话！信不信由你，机会只此一次，错过今日，这世间再无第2人能帮你。不必了，我的道途自有宗门相助。这人真是越来越离谱了，还无垢圣体，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先帝转世，能随手赐我天道法则呢？切，狂妄！随你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仙侣之名，你究竟是什么打算？
我需要一个明确答复。侍女之事别提了，我是不可能做侍女的。赘婿之事也不必再提。为什么我堂堂圣帝圣女就真的配不上你一个筑基？因为会耽误我重掌天命。执掌天命？叶星辰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就算要找借口推脱，也该找个像样点的借口吧。你……我不是在找借口。你真是不可理喻。叶星辰，你是不是忘了你跟我有肌肤？明明是你借我肉身解毒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住口！你怎么这么无耻？叶星辰，我跟你没完！吞天圣体所需的能量太过庞大，此地资源有限，还需等进入碧落秘境，寻得足够的天材地宝，才能更进一步。罢了，先炼化金莲，凝聚莲花道果。我记得紫心破障丹便有此功效。明日先去丹堂中找人助我炼丹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圣女仙婿叶星辰吗？怎么你也来这丹房了？原来她就是圣女仙侣，看起来平平无奇的。咦，竟然金丹都没结，这修为也太弱了吧！圣女殿下追求者如过江之鲫，哪个不是天骄人杰？这等修为，连给圣女提鞋都不配。我要是她，早就没脸待在圣地，自己滚出去了。叶星辰，我知道你是为了7日后进碧落秘境，想来讨几粒丹药保命，但我警告你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识相的就自己滚出瑶池。好狗不等道！我要见丹云子。去，师祖他老人家日理万机，你什么档次，也配求见师祖？叶星辰，连个执事都清楚你是什么货色，还不快滚！墨传师妹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今日偶得一株千年血灵芝，特来献给师叔，还请师妹行个方便，通传一声。江圣子，抱歉，家师正在炼丹，早有严令，闭关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你的心意我代师心领，还请回吧。莫师妹若肯行个方便，我愿再加一部黄级功法作为酬谢，如何？我说了，不见就是不见。墨传，我乃圣帝圣子，师尊更是执掌刑律的大长老。丹师叔今日若不给这个面子，难道是想等日后丹房的药材供应出了问题才肯见吗？圣帝各封丹药供给，皆出自我丹房一脉。别说是你，就算是大长老此刻站在这里，家师说不见就是不见。且慢，我要见丹云子。叶星辰，你是聋了还是傻了？本圣子都见不到丹师叔一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求见？我知你是圣女贵客，但家师严令在先，凭你还不够格让师父破例，请回吧。百草丹心录共有15页，丹云子看到了第几页？你怎么会知道百草丹心录？百草丹心录是师尊秘传，我也是成为亲传弟子后才得知。他一个外人从哪知道的这个消息？莫师妹，你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，什么百草千草的，我看他就是信口开河。闭嘴！你再说一句话，以后你玉岩峰一脉的丹药配额就别想要了。快说，你是怎么知道百草丹心录的？你还知道什么？将此物交给丹云子，他自会出来见我。本圣子以重礼相赠，尚不得其门而入。你一个筑基废物，随便划拉几个字，就想让丹师叔亲自出来见你，做梦！我得赶紧去找师父汇报。不对劲，我明明按照五行逆炼、阴阳倒转炼丹的，为何还是炸炉？这跟第6页的丹录对不上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祖宗传下这百草丹心录，也不说留个注解，真是……师尊，不好了！混账！为师不是早吩咐过你，参悟不到第7页之前，就算是先帝老子来了，也别来烦我吗？师尊息怒，
是外面来了一个人，让弟子务必将此物交给师尊。什么东西也配让为师亲自看？拿去烧了。师尊，您道言五行，非顺则逆，火中取素，水中燃灯。原来如此。没了？怎么就没了？后面呢？后面是什么？师尊，他只写了这一些，弟子看他。纸条是谁写的？是谁？现在在哪儿？快说。他是圣女仙血，自称叶星辰，刚才还在丹房，就算是瀚海圣主亲临，也没让师尊如此失态过。叶星辰他一个筑基小辈，竟然惊动了师尊。筑基期的废物还想见师叔，下辈子吧。江师兄高言，这小子以为巴结上圣女就为所欲为了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的天，丹师祖真的出关了？不是说闭关期间神鬼不见吗？这还用问？定是江师兄在此。师叔祖感知到江师兄的诚心，这才破例出关一见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除了江师兄，还有谁能有这种天大的面子？弟子江岩拜见丹师叔。哦，是江师侄，你师尊近来可好？劳师叔挂心，师尊一切安好。时常与弟子念叨，说师叔您的丹道以真化境，堪称亘古罕见。叶星辰啊，叶星辰，你这种毫无背景的泥腿子，使尽龌龊手段巴结上圣女，也不过是跳梁小丑。而我乃圣子之尊，师承大长老，你见都见不到的人，我却能让他主动现身问候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对了，江师侄，你可知这纸条是何人所写？这不是叶星辰留下的吗？叶星辰，他现在人在何处？他刚才灰溜溜的走了，应该是回琅琊阁了。怎么回事？师叔祖怎么对叶星辰那么上心？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叶星辰曾留下一张纸条，说师叔祖看到这张纸条一定会见到他的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这么说，是我们误会了。师叔祖根本不是因为江师兄才出来，而是因为那个叶星辰。看什么看？早课做完了吗？功法学会了吗？都不想修炼了是不是？滚，都滚去修炼！叶星辰，你让我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，你给我等着，等进了碧落秘境，我看还有谁能护着你。就是这小子，这不对呀，连我都看不透的丹道真解，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看透？你就是丹云子，你就是叶星辰，这丹心录之真解，你从何处得来？不错，还算识货。既然能看懂，想来应当是参悟到第6页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百草丹心录乃师祖不密之传，这小子怎么能一语中的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若想参透第6页离火断金、五行逆演的奥秘，便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如果能让我满意，别说第6页，便是第7页、第8页，乃至第15页的秘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好个狂妄的小子！这百草丹心录乃我师祖丹神子所留，世间除了他之外，绝对没有第2个人知道。老夫穷尽100年心血，方才看到第6页，你一个筑基小修，竟敢扬言通晓15页之秘，狂妄！离火非火，金中藏液，坎水非水，木属生烟，颠倒五行非为逆，抽天妙用，全在先。这是第10页的真解，师祖手记中曾记载，此法失传万年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为何知道的如此清楚？此真解，乃是我当初指点丹神子，他方能推陈出新，写下了这百草丹心录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此事不足为外人道也。丹老，你考虑的如何？
你若是肯将完整的前10页真解说出来，我自然会。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你助我炼丹，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。无知小儿，你竟敢戏耍老夫！师尊往日面对那些大圣地之主都傲气得很，今日竟然被一个筑基期气成这样。青苗姐姐到底从哪儿找来的这么一位仙侣？真是太有气了。罢了，说吧，你小子到底想炼什么丹？丹老误会了，在下并非让你炼丹，而是请您从旁辅助，由我主导炼制一炉紫心破障丹。什么？你让老夫给你打下手，辅助你炼丹？叶星辰，师叔乃是名震中州的丹道泰斗，曾炼出过引来丹劫的灵丹，就连我师尊也敬他3分。你说话尊重点。正因如此，我才请他相助。若找些庸才，岂不浪费药材？不可理喻，我不管你了。丹老意下如何？我如何你的？若丹老答应，事成之后，第6页连同第7页真解一并传授于你。若是不愿，好，老夫答应你。小子，你若敢骗我，老夫跟你没完。丹老放心，你会为今日这个选择感到庆幸的。这叶星辰说话真是太狂妄了。听说了吗？那叶星辰不知死活，竟让开炉炼丹。最离谱的是，竟让丹师祖给他打下手。什么？师祖他老人家怎么会答应这种要求？筑基期的实力，恐怕连丹火都难以维持。师叔祖还真是……哎，叶星辰啊，叶星辰，真以为丹药是那么好炼的？等你炼丹失败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！最好直接炸炉而死，也省得本圣子日后动手。小子，别怪我不提醒你，这紫心破障丹乃是圣品奇丹，炼制手法复杂，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。你确定要自己动手炼丹？区圣品丹药而已，简单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起火。火势太燥，撤去3成。紫阳草、寒月花。胡闹！快住手！紫阳草治阳，寒月花治阴，两者药性相冲，一同入炉，不出3息，必定炸炉。你这是在找死！胡闹！快停下来！你这是在找死！阴逆阳转。水火同炉，阴阳共济，这是《百草丹心录》第12页才记载的阴阳9炼，他竟然真的懂。愣着干什么？砍水，注入3滴玄冰水。天哪，他居然真的在指挥丹师祖炼丹，这也太恐怖了！哼，想不到这家伙不光会说大话，还真的有本事。赢！这是什么？紫气东来，天阴相伴，这是唯有圣品丹药出世才会引发的天地异象。开什么玩笑！那个叶星辰，他真的会炼丹？该死的，他明明只是个筑基期的废物，凭什么能炼制出圣品丹药？凭什么？我不服！9道丹文，天地异象，老夫钻研丹道500年，今日方知何为真正的炼丹。小友，你的炼丹之术，老夫佩服。好惊人的丹气异象，是丹云子那老东西？不对，这股气息……来人！丹房那边今日可有异样？是叶星辰主导炼丹，丹云子从旁辅助。此子竟有如此逆天的丹道造诣，此子若以丹道全力助临青鸟圣女之争，事情恐怕会多出变数。去，把言儿叫来。弟子拜见师尊。丹房的动静
你都看到了。弟子知晓。能引动天地异象，炼出圣丹，此子不可小觑。你祖姐江化正与林清淼争夺首席圣女之位，原本势均力敌。若叶星辰担道，倾力相助林清淼。弟子明白。6日后，碧落秘境开启，弟子会动用一切力量，让他永远留在秘境之中。去吧，做得干净些。文宏长老，何必明知故问？清源帝尊法旨已降，命你查探应劫之人。此人身负重伤，修为低弱，但对上古秘闻了如指掌。清源帝尊，不错，5万年前，帝尊亲手将吞天妖帝打落凡尘，虽自身也受反噬，沉寂万载。不过如今，帝尊已经醒来。既是帝尊之命，文宏自当遵从。只是圣族答应我的东西。放心，你如果打探回消息，古圣真血自会偿命。另外，碧落秘境将开，秘境深处那件东西，我族势在必得，你需要配合，制造些混乱。一念花开，莲花道果。一念花开，天命在我，莲花道果也终于凝聚成功。如今我的修为应当算得上是金丹期，不过若用吞天盛宴催动一念花开，仙人境之下，当无敌手，闭关6日，成效不错。奇怪，这臭家伙怎么变得好像很危险了？应当是碧落秘境开启了。走吧，我们也过去。叶星辰，秘境之内，生死由命。本座最后问你一次，你一个筑基期，当真要进去？区区秘境，何惧之有？这家伙太气人了，永远都是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。既如此，碧落秘境开。哈哈，秦玄圣主，开启此等盛世，怎能不等我瀚海圣地一程？哈哈哈！秦玄圣主，开启此等盛世，怎能不等我瀚海圣地一程？是瀚海圣主，他怎么会来了？凌渊圣主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。听闻秦圣主开启碧落秘境，此等盛世，我瀚海圣地也颇感兴趣。秦圣主，不如送我门下几个不成器的弟子，也进去历练一番，如何？凌圣主，碧落秘境乃我瑶池禁地，岂容外人进入？请回吧。这碧落秘境，你瑶池一家怕是吃不下。圣主息怒，凌圣主远道而来，也是一番好意。况且，若能得瀚海圣地相助，未尝是一件坏事。文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夫的意思是，既然碧落秘境已经失去掌控，什么？秘境失控了？大长老说的是真的？这可怎么办？没了秘境资源，我们可要少一大半修炼资源啊！与其固步自封，不如借瀚海圣地之力，共探机缘。文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圣主过奖，本座也是为了门下弟子着想，还望圣主三思。既然秦玄圣主如此为难，不如我等双方各派一人，切磋一场。若我瀚海输了，不仅立刻转身就走，还奉上3件圣阶法宝作为赔礼。若侥幸赢了，便请瑶池行个方便，准我弟子入内历练，如何？这凌渊好算计，这下秦玄被架在火上了。如果答应，威严尽失；不答应，门下弟子多会心生怨念。这是将军老还有他，似乎有些不对。师尊，既然凌圣主不肯罢休，我愿意带师门而战。好，凌渊，就如你所言。爽快，洛儿，你去领教一下瑶池圣女的高招。瀚海圣子，凌洛，请圣女赐教。林圣女，请吧。若你能在我手下撑过10招，便算你赢。狂妄！是圣女的玄冰凤舞，曾经有合体后期的魔道长老被圣女一招击毙，这下看那林洛还怎么嚣张。瑶池圣女，仅此而已吗？真是太让本圣子失望了。月华天剑，
这招有点意思啊，九鼎护身。看来你这瑶池秘术不怎么样嘛。接我一招镇海鼎。青苗小心。结束了，能逼我用出镇海鼎，你足以自傲了。可惜，到此为止。技不如人，那便去死吧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下次再逞强，我不一定会救你。亲，谁要你多管闲事？他可是大成妻，你是怎么挡下他的？秦圣主，你我约定，明明是1对1决斗，怎会多出第二人？难道瑶池圣地是想车轮战吗？我还没输，他输了，此次赌斗算你瀚海赢。林圣主，此人并非我瑶池门下弟子，他做的事皆是个人行为，与我圣地无关。不是瑶池弟子，那你站出来意欲为何？是想强出头吗？是又如何？打伤我的人，你还想就此接过不提？正好趁此机会，我也领教一下瀚海这数万年来可曾有什么长进。我没听错吧？什么时候中州10大圣地之首的圣地需要你一个筑基期的废物来领教？你配吗？哪来的臭鱼烂虾？你是不是活腻了？秦圣主，纵容一个外人如此辱我圣地，这便是瑶池的待客之道。叶星辰，眼下不是胡闹的时候，快带着青鸟退下。我肯出手，你们瑶池应该谢我才对。你圣主，老夫以为叶公子既然有心切磋，不如成人之美，年轻一辈切磋交流，无伤大雅嘛。师尊，这只蝼蚁再三挑衅圣宗，请准许弟子出手，教他知道天高地厚。林圣主以为如何？好，既然文长老和这位小友都有此意，本座若再阻拦，倒显得小家子气了。洛儿，你便与这位高人好好切磋一番。叶星辰，你退下，这是我与他的对决，我还能……行了，别逞强了，一边待着去，我赶时间。2只蝼蚁而已，不如你们一起上，或许还能在本圣子手下多撑几戏。一起上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打败你不过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哈哈哈！一个筑基废物，竟敢对林师兄说这种话。这叶星辰说话一向这么狂妄的吗？好，很好。等本圣子把你的骨头碾碎，看你的嘴还能不能这么硬。仅凭一指就挡下了我的裂空拳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人到底是什么修为？速度不错，可惜力量太弱了。这小子肉身有点古怪，那诡异的经验又是何物？不行，得采取手势。我承认你实力不错，但凭这点本事，还赢不了本圣子。九鼎诀，九鼎镇海，我这九鼎护身诀可是圣品秘术，便是飞升境也无法打破。小子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只蝼蚁要怎么破开我瀚海圣地的无上秘法。有点意思。连我一尊护身鼎都破不开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九鼎护身诀乃是圣品秘术，九鼎齐出，防御无敌。你这种土包子恐怕见都没见过吧？乌龟壳倒是挺硬，不过也仅此而已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这么热？这是什么火焰？一念化开，君临天下。不好，九鼎合一，日月轮转，看我日月鼎破了你这邪术！怎么可能？原来他一直都这么强吗？怪不得出口狂言要收我做侍女。妈的，又让这混蛋出了风头！废物，
真是废物！怎么会这样？洛尔可是大成后期修为，怎么会败在一个筑基小辈手里？我明白了，一定是秦玄当众被服了面子，恼羞成怒下，暗中给了这小子某种神宝，这才打败洛尔。一定是这样。秦圣主倒是好手段。一念花开，君临天下。这道韵是数万年前那位精彩绝艳的琉璃女帝的成名秘术。她到底是谁？怎么可能会这种早已失传的天命秘术？灵圣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捉？等进了碧落秘境，就算这小子有秘宝护身，照样也得原形毕露。然而，此次秘境之行由你全权负责，该怎么做你清楚。是，师尊。如果碰到叶星辰，这小子一定是动用了某种法宝，不然以他的修为，根本不可能胜过洛尔。此人不足为虑。是，弟子明白了。秦圣主，闹剧结束了，尽快履行赌约吧。本座可还没看够灵圣子这一出好戏呢。你。碧落秘境已开，依次入内，机缘各凭本事。喂，刚才谢谢你。顺手的事，走吧。圣主，灵圣主，此乃观天境，可探查秘境中的景象。筑基修为，却能动用天命秘术，肉身硬抗合体攻击。叶星辰，让我看看，你是否就是清源帝尊所寻之人？日月同天，奇怪，怎么看起来像是一双眼睛，一双死去了很久的眼睛。咦，他倒是一语中的，可惜了，连曾经惊艳一个时代、光芒盖过数十位先帝的他，最终也陨落了。我虽然还活着，但如今修为也不算强。内侍催动一念花开，损耗了一缕经验，如今只剩4缕。先去寻找天才地宝强大吞天焰，顺便也帮他取一样宝贝。走吧，先去帮你寻一件宝物。奇怪，他怎么好像对这里很熟悉？圣女，我们要跟他去吗？这个方向似乎偏离了宗门记载的安全路线。他是我林清淼的仙侣，我不跟他，跟谁？你说的宝物就在这儿吗？岛上有一样圣物，名净魂琉璃盏。此物能助你凝聚无垢圣体。无垢圣体？你当初说的是真的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瑶池圣地的人。他是谁？圣女，此人是瀚海圣地的凌波，听说他修为是大成后期，圣品覆海诀已经大成。此人行事很蛮横，最喜欢欺压散修和小宗门的弟子。原来是林圣女，失敬失敬。圣女也对这湖心岛的宝物有兴趣。不瞒圣女，我这些年也闯荡过不少秘境，颇有几分心得。此湖有些古怪，不如你我两家联手，所得宝物平分，如何？有意思。瑶池圣女竟还不是做主之人。不必了。这位是师兄，他就是那个外面胜了零落圣子的叶星辰。师尊曾言，此子是靠着秦玄给的护身神宝，才侥幸胜过零落。如今一看，筑基修为，气息虚浮，果然是个废物。叶道友，此湖古怪，两方联手总好过各自为战，徒增风险。你意下如何？我说了，不必，这湖还挡不住我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林某便拭目以待。你过去看看。你过去看看。看什么？好，我去试试。秘境中怎么还有散修？秘境失控的消息早已传开，各
各路人马都想分一杯羹。师尊的意思是，赌不如输，索性让他们都进来，一来可以堵住他们的嘴，二来也可以借他们之力查清秘境失控一事。西来顿，我没死，这水能？静音，救命！这也太欺负人了！这凌波简直不把人命当回事，逼迫他人送死探路，这等行事跟魔修有什么区别？这凌波太狠了，分明是要用咱们的命给他夺宝贝。不行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。不然又能怎样？他是大成后期，咱们这些人都不够他一只手打的，更别说还有那么多瀚海精英弟子。要不我们求助林圣女，她毕竟是瑶池圣女，或许……平日里他们这些大派弟子何曾正眼瞧过我们？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，指望他们出头，不可能的。你再去试试。上仙饶命，本人修为低微，下去必死无疑啊！林师兄，此湖水乃是万军种水，一滴便有万军之重，寻常遁术根本起不了效果，只有找到水晶才能通过此湖。我愿意为师兄寻找水晶，请你不要再让他们送死了。仙子，您有办法？好，我信你一回，抓紧时间找出水晶。多谢师兄。他找他的水晶，你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。林师兄，你这是何意？我都说了有办法通过湖水，为什么不多等会儿？秘境夺宝，争分夺秒，谁知道你要找到几时？万一期间生出变故，宝物被他人捷足先登，所以你这是让他们去送死？那又如何？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。你第一天修仙。诸位，请吧。林圣子，还请三思。聒噪！我做事，何时轮到你来提醒？既然你想出头，那便从你先开始。我丢你过去，或者你自己过去，选一个。林师兄，我会尽力的，你别让他们。我信你，所以将你留到最后，可并不代表你就安然无恙了。快去寻找水晶。林圣女，这凌波行事如此霸道狠绝，待我等死绝，下一个遭殃的恐怕就是您身边之人了。您真的要袖手旁观吗？是啊，林圣女，难道你们不想要岛上的宝物吗？都不为，林圣女不必担忧，我师兄若能侥幸得岛上神物，定然不会独吞的。不错，此地凶险难测，自然需要有人试探深浅。世间哪有让修为高深为修为低微者冒险的？若真是那样，我等苦修多年，这一身修为岂不是白修了？是啊，林圣女，机缘稍纵即逝，若因为这些而被旁人抢夺先机，难道不可惜吗？真是不要脸，把欺凌弱小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你怎么看？此话有理。还是叶道友看得通透，我等。那你还等什么？我时间不多，去吧。去什么？反正都要探这湖水虚实，何必看一群金丹元婴去送死？直接从大成期开始，不是更有效率？这句话不是你说的吗？叶星辰，你确定自己不是在说笑？看来林道友是打定主意要不识时务了。我使你妈个头你！师兄，救！有点意思，这水应当不只是万军重水，里面还存在某种变化。这么说来，不可力取了。不知道吞天圣体能否吞掉这万军重水？林道友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是我丢你过去，还是你自己过去？选一个。好，好得很。林道友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是我丢你过去，还是你自己过去？选一个。舒坦，这话是刚才凌波说的，现在还给他，真是舒坦。好，
好的很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。傅海绝，苍兰怒涛，小心！我来吧。这是什么火？我的巨浪明明无形，怎么会被吞噬得一干二净？师尊不是说他胜过零落师弟，靠的是法宝之力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既然你不想选，我这个人还挺热心肠，帮你一把。这位叶前辈好强的实力！这位叶前辈好强的实力，竟然将大成期的凌波踩在脚下。弟弟说的没错，外面的凶势好可怕，不行，我得离远一点。该死的，此人修为不过筑基境，为何如此难缠？叶道友，叶前辈，先放开我，在下这就帮您探路。前辈能否把我的……不是，前辈能不能把您的宝器借给我用一下？我的神通需要配合宝器。前辈，我这就去。哼，凌波，活该，你也有今天。小子，敢打压我，给我死！哼！傅海绝，万川归流。不好，他想引动湖水淹没我们。不好，他想引动湖水淹没我们。此水一滴就中万军，这么多水，就算是真仙也会被压死，我们根本抵挡不住。快跑！本来还想如何以吞天圣体吞掉众水，没想到他给了我一个惊喜。叶星辰，你以为仗着不知名的火焰就能为所欲为了吗？今日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！快跑！这重水威压太强了，我带你走。来得正好。什么鬼东西？也想抵抗中水？给我淹！这是什么宝器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手中这可是瀚海玄龙脊骨制成的宝器，怎么会没效果？这是什么宝器？不错，万军重水，灵气丰厚，20缕金焰，吞天圣体，总算是小成了。至于他，留着也是个祸害。师尊救我！是瀚海圣主凌渊的神念灵体，他怎么来了？师尊，你终于来了！徒儿好苦啊！看来先前那尊火炉，便是秦玄给这小辈的神宝。小友，先前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。我的弟子就算顽劣了些，也罪不至死，不如就此接过如何？至于这岛上的宝物，与我瀚海圣地颇有渊源，今日既被本派弟子遇见，何该收回？小友速速离去吧。这也太无耻了！湖里的危险明明是叶前辈化解的，他瀚海圣地来摘现成的桃子，还要不要脸了？嘘，小点声。那可是瀚海圣地圣主，就算他想摘桃子，咱们又能怎么办？如果我说不呢？叶星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师尊是瀚海圣主，他能放你走已经是天大的恩德和面子了，你还不快快叩谢，然后滚蛋！面子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给面子？已经有很多年，没有人敢在本座面前如此放肆了。既如此，本座便替秦圣主好好管教一番。这老不死的，还要不要脸了？怎么说动手就动手？哈哈哈，叽里咕噜这么多一堆，还不是要开打？
地袍地冠，召唤日月为兵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冒犯地位，挡住！不，尘街飘散，远随风远，阡陌两无言，爱恨尽云烟，灵火照归暗，古剑行天边，天地为期盼，我自掌困干。翻身朱雀在星火未曾亮，这一路一血一骨一狂。转尽虚妄，撕裂天光，你的山河巨剑到无常，剑气浩荡，战意飞扬，横扫八荒，写我一世疏狂。一剑断成王，一世我为王，转尽虚妄，撕裂天光，逆命而上，何惧天道无常，剑气浩荡，战意飞扬，横扫八荒，写我一世疏狂。